土耳其在战机购买中遇到了怎样的问题？为何美国要制裁土耳其？土耳其在战机购买中将有怎样的选择呢？我们都知道，世界各国的战机购买市场一直都十分活跃，性能优越的战机在世界战机市场上也是受到很大的欢迎。这也使得许多国家都希望能够抢夺国际战机市场，获得更多的战机订单，以此来提升本国战机在世界的影响力。近日，据欧亚时报报道，在宿敌希腊持续获得阵风等先进战机以下，土耳其迫切需要升级自家防空战力，但由于其与美国的关系闹僵，这就导致选择十分有限。因此，据专业人士分析，其最有可能采购中巴合作的 GF-17枭龙或中国自制的歼10C 等战机。据最新报道，希腊已经开始接收总数18架的法制阵风战机，先前还宣布启动旗下 F-16CD 的 F-16V 升级案，并传出持续推进 F-35隐形战机采购案，这就让土耳其防空压力大增。因为该国在执意采购俄制 S-10防空系统以后，不仅被踢出美国 F-35计划，连 F-16V 升级案都寸步难行，只能用逐渐老化的 F-16CD 撑场面，这就使得土耳其空军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压力。此外，据欧亚时报指出，土耳其在地中海资源勘探与利比亚内战等问题上惹火法国、英国等国家，导致难以获得阵风、台风等欧洲制裁先进战机。如果选择采购俄罗斯的苏35等战机，那么可能就会引发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的进一步制裁，而瑞典的 JAS-391鹰狮战机是可能选项，但是经过多年的谈判，还没有任何的进展。因此，对于土耳其可以有的选择，国防分析师、前巴基斯坦空军飞行员图费勒就建议土耳其可以与巴基斯坦合作，以枭龙为基础研发过渡版本的 4.5 代战机，填补该国自制5代机服役前的战略空缺，极大满足本国空军的需要，以此来应对来自希腊空军的挑战。此外，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布朗克则认为，若土耳其无法采购西方的战机，这就使得土耳其可能无法找到比中国歼10C 战机更加优越的战机，因为中国的歼10C 战机不仅价格远远低于俄罗斯的苏35战机，而且还配备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。虽然如果土耳其决定采购中国的歼10C，仍将惹火美国和北约盟国，但是至少可以不受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的影响，这对于土耳其来说是比较有利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据报道指出，土耳其除了中国的歼10C 战机以外，韩国的 KF-21战机也有机会，因为土耳其已与韩国建立了广泛的国防合作关系，相关武器采购也不太可能受到美国和北约的公开反对。因此，若韩国可以顺利于2028年推出 KF-21战机，那么届时土耳其将有望成为其主要客户之一。那么为何 GF-17枭龙和歼10C 会成为土耳其购买战机的首选呢？我们都知道 GF-17枭龙战机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投资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所属成都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、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、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等单位联合研制，巴基斯坦空军参与开发的一型单发、单座、全天候多用途战斗机。GF-17枭龙战机有着较为突出的中低空和高亚音速机动作战能力，能够较好的截击和对地攻击能力，较大的航程、留空时间和作战半径，优良的短距起降特性和较强的武器挂载能力。此外， GF-17枭龙战机是中国首次以整机技术出口方式授权境外生产的机型，以批量装备巴基斯坦空军。也正是由于 GF-17枭龙战机在世界上也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力，所以使得多国都有意向购买。因此，正是 GF-17枭龙战机有着如此高的性能，这就使得 GF-17枭龙战机在国际战机市场上受到了很多国家的青睐，也使得其在国际上受到了很大的欢迎。因此，对于想要购买战机的国家来说， GF-17枭龙战机可以说是一款比较高性价比的战机，且由于其价格划算，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青睐。因此，对于土耳其来说， GF-17枭龙战机可能是一款比较符合其空军需要的一款战机，而且要购买的话也不会受到较大的阻碍，因为此前由于其不顾美国的反对，执意要去购买俄罗斯的 S-400系统，
这就使得美国感到极其的不满，并因此对土耳其实施了制裁，阻断了与土耳其的一系列合作。这就使得土耳其的很多行为都受到了美国的制约。本来土耳其作为美国的北约盟友，是有机会可以买到美国的 F-35战机，但是由于土耳其没有听从美国的话，因此就受到了美国严厉的制裁。这就使得土耳其在战机的购买上也受到了美国的制裁，能够做的选择很少。但是土耳其现在除了 GF-17枭龙战机以外，还可以选择中国的歼10C 战机。歼10C 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3代改进型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，其配装了先进的航电系统以及多型先进机载武器，且具备中近距制空和对地面、海面目标精确打击能力。此外，歼10C 还采用了更加先进的主动电扫雷达、电站系统以及优异的机动性和高升性。由于其采用了发射接收模块组成的天线阵列，这就使得歼10C 不仅能搜索边跟踪和多目标交战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，还可以通过软件无线电技术对信号进行更加灵活多变的合成整形。这样不仅使得抗干扰、反隐身能力进一步加强，还可以使用公用平台实现探测、电子战、数据链、目标识别一体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据专业人士指出，歼10C 很可能可以装备霹雳15远距空攻飞弹等武器，这也受到了重视。分析指出，霹雳15的射程可达150到200公里，远超过分别身为西方和俄罗斯主力的 AIM-120 还有 R77， 具有超强的破坏力。因此，正是由于歼10C 具有如此超高的性能，所以使得歼10C 受到了各方的青睐，并使其一跃成为中国空军的中坚力量，也在国际战机市场上受到了很大的欢迎。就如此前中国与巴基斯坦达成的首个关于歼10C 的外销订单，并且首款歼10C 外销的真身也已经亮相，很快中国就将向巴基斯坦进行交付歼10C 战机，这也为歼10C 战机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，也为歼10C 战机开启外销打通了通道。因此，中国的歼10C 战机对于土耳其来说也将是不错的选择。如果土耳其购买中国的歼10C 智能机，也不会遇到较大的阻碍，因为即使美国反对，那么对中国来说也是无效的，可以完全不顾美国的意见，因为中国已经完全有底气可以与美国叫板，这对于土耳其来说也是极其不错的选择。并且中国对于战机完善的服务体系，也会使得土耳其在购买后完全没有后顾之忧，可以完全购买中国的战机。因此，土耳其可以考虑在 GF-17枭龙战机和歼10C 战机汇总做出合适的选择，可以以此来提升本国空军的实力，以应对希腊的挑战。这对于土耳其来说也是迫在眉睫的事，这也将成为土耳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。